今天是另外一只老鼠啊，之前那只要大的很多。这只起码也有1斤多。咪咪，咪咪，黑妞，哎，我一说黑妞，它就走了。哼，他们晚上一个晚上就住这里，你终于接受它了啊，大黄。好了，你一大早就黑乎黑乎这么热，走出去。你一个小六，你独自住上面吗？小黑在上面吧？其实这个小六的性格挺好啊。昨天晚上下半夜下了下半夜的雨，那现在去鱼塘继续打造棚子。咪咪，下来，咪咪，快点，像个老人家一样。是被蜜蜂蛰的啊，它就走这边了，走那边怕蜜蜂又蛰。快点，慢悠悠的。你这只大黄，你别老是舔。是被蜜蜂蛰的啊，今天消下去了很多了。现在它就和大黄一样的，我一叫它就下来了。那你干嘛还上去了，咪咪？你就陪着黑妞嘛，陪着你的孩子嘛，是不是啊，咪咪？去看一下你的孩子去。今天继续搭建棚子，每天就带一点材料带过来。现在不但泡沫消失了，连上面的油迹也消失了啊，基本上是看不到了。那每天3斤的菜籽饼啊，还是继续一段时间吧，暂时不增加。现在每天要把鱼吃不完的那些叶子也及时掏出来，要不然在里面腐烂了也会影响水质。这个还是蛮给力的啊，一点点叶子都能掏出来。拜拜走。你这就都7点多钟了。今天的话继续搭建棚子，这都是前天画好线的啊，这样打眼啊，最后组装，就是对着他画的线打，他这里画了一个线嘛，就对着这里打，刚好一个那个锉刀的距离啊。这里等一下就是有一根弓笋插进去，这里应该也是一样。可能等于这一根柱子啊，都是做木笋的，是这么个没？都是岸嘛，都是木笋。就是木笋哦。以前盖房子都是这样啊，一锤一锤，一锉刀一锉刀完成的，所以非常的费工费时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以前的房子非常的耐用，100多年甚至200年、300年都没问题的原因。就是因为它都是公母笋嘛，而且这种是香山啊，香山的话基本上是不会有虫害啊，保存时间也长。这是我之前种的甜香草，成活的啊，发芽已经这么高了。没成活的你们看，这个是没成活啊，这个也成活了啊。像这些基本上可能已经活不了了啊，到时候全部要补种。把地里的这些杂草除一下，到时候可以施点肥了。这些杂草还是挺容易成活啊。其实这种草的话，鱼也吃啊，只是没什么营养成分。这个是牧草，这边的是杂草。这边已经做好一个了。这边是贯通的，这边也是贯通的，应该就是2个柱子啊，这样组合起来。这边也是一样，
这个是做的第2个老木匠的标准做制啊，我们这边都是这样做。稍微边上弄光滑一点，就是让组合的时候啊，能够组合的更到位一点啊。这是搭建一个简易的棚子啊，所以就用4根柱子。柱子的话全部是打眼做母笋，像这些小的杉木啊，全部用来做公笋啊，这样组合进去。只要能放那些工具啊，遮阳躲雨就 OK 了。太阳出来了。现在每天就喂一把葛藤叶，然后不管它吃不吃完，第2天都是拿出来。不过这一把明天来的话，基本上全部都能吃完。刚才又喂了差不多3斤左右的太子饼，这些天的话都是这样的喂量啊，每天保持3斤左右。之前的话，这鱼塘上面全部都是那些泡沫，我真担心哪一天会翻塘啊。但是现在你们看啊，全部都正常了。那增加喂量的话，那要等到10月份去了啊。那个时候的话，我们这边昼夜温差大了啊，温度没这么高了，再一点一点增加喂量。这个棚子的话，就是每天早上过来带着做一阵，然后回去吃饭，下午还要到山里面去，所以的话，这个棚子一下是弄不好的啊。包括以后这个羊棚啊，也是每天带着做一下。那现在回去弄饭吃。铁蛋，铁蛋，大伯说今天弄一餐小鱼啊，然后看能不能晒一点干鱼，冬季备用。铁蛋。你又躲到哪里睡觉去了，铁蛋啊？你这一会儿一觉的，你这睡觉的功夫啊，什么时候教虎妞啊？教你虎妞妹妹。好了，走吧，看今天能捕多少鱼好不好？这是大伯昨天做的一个杠杆，矮了啊，这个才1米多啊，应该至少要2米。那试一下吧，套上。刚才大伯说不用沉到水底去啊，就是说这个口啊离水面的话20公分，这样旗杆的话要快一点。下去20公分吗？哦。但是就是不知道下去20公分鱼会不会进去啊？尽量的往前面伸一点。然后的话再捆在这棵树上。绳子不够长啊，所以用葛藤来替代。葛藤比这个绳子啊要牢固得多。今天的饵料还是晒蚯蚓，商家送的啊，然后和米饭。因为那种麦穗鱼啊，发现很喜欢吃这种米饭。弄2包吧，这种饵料还是挺不错的啊。下次用那种小的诱捕笼试一下。这个网眼你们看啊，非常的密，所以的话，很多朋友说用根小竹子，这么密的网眼啊，用小竹子的话根本就不行，因为阻力太大了。所以你们要买的话，买那种网眼比较细小的比较宽的，要不然这种旗杆的话，差不多的不？有的就放这么一点，这样旗杆快一点。20段了不？没断后段。好，差不多的，这样就把它吊起来。必须要这么粗的竹竿，稍微小一点的都不行。沉下去了，差不多有20多公分了啊，30公分了。那20分钟后，我们来看一下收获怎么样吧。现在我们去看一下这种小鱼很精明的，所以的话走路声音都要小一点。看不到啊！1、2、3，哇，这个还是快很多啊！耶，又是些细细的啊！那往后头扯啊！这个还不如那个小龙啊，也有100-200啊。
放浅也不行，放深也不行，因为你起竿的时候啊，它还是要往外面飘着跑了。那下次还是放笼吧。太小了，这种的话晒干鱼是可以啊，晒干鱼不用去内脏嘛。吃新鲜鱼的话，你不去内脏就很苦。又加了2包料，这次尽量的沉浅一点啊，刚才应该是太深了啊。所以的话，在起竿的时候就看到鱼往上面飘着走了，慢点啊，慢慢放，沉个20公分，再放，再放，好，差不多，就这样。这次差不多就是20公分左右，那这样起竿应该就会快一点了啊。目测沉下去了，差不多25公分左右。那再过20分钟后来看，这种大的还不如那种小的那种小笼，那种小笼进去它就出不来嘛。大伯就守在这里，在右面，1、2、3，怎么样？哇，这次这么惨，那是已经捕的差不多了啊。太小了，这才只有晒干鱼了。你个小六，小黑，你要叫2声吓唬他们。这个大黄是谁都不欺负。走，走了，回去再撒娇啊！这里热，走，你个小黑，走，虎妞。又在下面，咪咪，虎妞嘞？我问你，虎妞去哪里啦？终于就消下去了啊！来熊，快点！挺守家啊，白天晚上都守在那个大门口。快点！你个来凶的虎妞！你怎么提啊，怎么弄，它都不叫的。好了，虎妞，辛苦了，虎妞。哇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守家的狗。大黄，你现在变了啊！好了，虎妞，走，我们下去走，又下去啊，多运动一下啊！你整天咩什么呀？你这只咪咪。孩子不陪，黑牛你不陪，整天陪几只狗子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狗嘞啊！那现在都中午了，弄午饭弄了还要到山里面去。今天收获更惨，这么小的麦穗鱼啊，只能晒干鱼了。上次也是这么小的啊，已经晒干了。那现在把上次晒干的，今天把它炒着吃了吧。这是上次晒的。刚好有一餐啊，都是这么小的，这些没办法去内脏啊，所以只有晒干鱼了。要先腌2个小时再晒啊，就是让盐渗透到鱼里面去啊，这样晒才不会臭。那今天我们看一下晒的这个干鱼口感怎么样？哇，这股热乎劲！你看，把它吓跑了吧，咪咪。你就不能温柔点吗？打又打不过他，还要装着这个样子。今天是个不错的天气啊！你们看到对面那瀑流水啊，就是从我鱼塘里面流下来的水。鱼塘就在3凹那边。今天进山又会很热啊。再炒一个干豆角，上次和大伯晒的是大伯家的干豆角，用开水烫过，啊，这样炒起来啊才吃得动，要不然吃不动啊。今天的食材有姜蒜、麦穗鱼、干辣椒、西红柿、2个鸡蛋、青椒，还有一点干豆角。先炒干鱼嘛。
哇，稍微炸一下就香了。干辣椒、姜蒜。哇，太香了！起锅，一盘香喷喷的麦穗鱼，就是不知道苦不苦啊。现在打一个西红柿蛋汤。再加入山泉水，OK 啦，一锅西红柿鸡蛋汤。2个菜了，哇，好烫啊！西红柿、青椒啊，红的都摘过来了啊。这个水分都是西红柿的水分啊。干豆角，这个用开水烫过的啊。今天就是清炒一个干豆角。OK 啦，一锅干豆角。这边1碗西红柿鸡蛋汤，1盘麦穗鱼。这个干豆角本来说是留到冬季吃的啊，但是大伯他说他晒的有多，哇，很不错，有嚼劲，有豆角的那种清香。这种冬季用来下腊肉啊，非常的不错。我们这边都喜欢留那些干菜啊，冬季和腊肉，因为腊肉没其他的合的嘛，所以的话就下各种干菜。冬季除了白菜还有萝卜了。这种麦穗鱼就上次也是用那张大网捕的啊，这太小了，没办法去内脏嘛，所以就把它晒干。那看苦不苦？不苦。如果说加了一点水泡了一下啊，再炒的话应该会苦，因为像新鲜鱼一样，这麦穗鱼如果你不去内脏新鲜的啊，你怎么炒它都有苦味，所以这种不能用水泡，必须这种干的啊，然后的话用油炸，这样的话就不觉得苦，炸香了。要是泡了就会苦。大伯家的麦穗鱼应该是捕的差不多了，看冬季能不能留那么5、6餐、7、8餐吧，晒干了。这种西红柿蛋汤我是非常喜欢，西红柿我是很喜欢啊。大伯和我在一起习惯了，他也喜欢吃上西红柿了。今天西红柿煮豆角，西红柿鸡蛋汤。我前天发了一个视频，就是说我这个点嘛非常的不安全，然后的话我要重新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去建房，明年就不住这里了。然后有不少朋友来啊，就让我把房子卖给他。他说租也可以，其实这个是不可能的。最大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？你既然喜欢这种生活，那你肯定是没过过这种生活。你没过过这种乡野生活、山里生活，哪怕你是在农村生活，你对这些野外的那些求生知识，蛇的习性，每一种蛇，无论什么蛇啊，你都不知道它喜欢躲藏在哪里，它的生活习性是怎样，你怎么样去发现它？哪怕是被咬后的紧急处理方法，我相信这一系列的你都不知道，还有其他的很多那些危险的存在啊。如果说我卖给你，我租给你，那你这里出问题了，即使你不要我负责，我也逃脱不了干系，责任也是在我，所以的话，这个是几乎是不可能的啊。
那到时候看啊，这个房子到时候要不要拆了啊？拆了，然后再把材料啊，就是运到我要建房那里去啊，当做材料用。这个木材大的2到月数打死了，这个有个留着这里这个养蜂点，好家伙2到月数哦。大伯的意思是不建议拆啊，因为这离公路比较远啊。他说你拆了，要供，然后到马路上去，公路上有那么远，2道运输比较贵。那到时候看吧。如果说材料不缺的情况下，就把这个留在这里，就像大伯一样的，就像大伯刚才说的，就作为一个养蜂点了。就像一个庇护所一样，也存放工具啊，像鱼塘一个棚子一样了啊，躲雨啊。可以啊，那到时候看吧。如果说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啊，就才拆啊，要不然就不拆了，就作为一个养蜂点吧。应该甘月入发哦。入发好近。啊，到时候看见那年够得对，够得倒是多3年。可以。看一下需不需要猫砂了，需要的话就要及时用。黑妞，它需要猫砂了吗？这么大了啊！哦，还不需要是不是？需要的时候跟我说一声啊，黑妞。你要猫砂吗？哦，你就不用了嘛啊！你不敢上去吧？黑妞要揍你是不是？那你就在下面嘛啊！晚上有蛇、有老鼠、有蜈蚣，你打这些应该是不可以吧？哦，咪咪，这个咪咪的性格非常的好。来。哎，大黄，今天你值班吗？还有你个小六，虎妞呢？哦，虎妞，大黄把你的位置抢了是不是啊？好，走走走，跟你们去喂饭去。别激动，别激动。小黑在不在上面？虎妞跟着大黄也学会爬了啊。走吧，走吧。小黑应该在上面，反正你怎么叫啊，它就是趴到那里不动。走吧走吧，上去。小妞长大了，变得好沉稳哦。你看这个性格啊，现在变得不争不抢了。走吧走吧走吧，你这个毛病要改一改。我走得慢，他一下来等一下我。小六，小黑在不在上面？小黑，你看不到我吗？走走，我们去教训一下你黑舅。这个小黑的脾气不是一般的好啊。好了，又要来撒娇了。虎妞，你让开，你黑舅要撒娇了。他撒起娇来很特别，你看，你不学这一招啊？好像认错一样，你看，头就低着。又开始长胖了啊，这个小黑。好了好了，给你们喂饭了啊。小六这个性格现在越来越沉稳了。好好，喂饭喂饭喂饭。走，虎六开餐了。小六去哪里了？大黄，每次一吃饭他都吵了。你个小六，狗粮你都还要躲起来。好，这一包就吃完了啊。是吧，大黄？你个小六，你现在什么情况啊？天天不见你吃东西，还养得这么膘肥体壮。现在他们经常这样闹着玩的话，都不敢去锁喉了，因为那个防咬圈太尖了。虽然说他们是闹着玩啊，但是也经常弄到满口伤，甚至满口血。特别是虎妞啊，现在正是他练习锁喉的时候，所以的话，虎妞也经常受伤。所以他现在和大黄、小六、小黑闹着玩的话，就是咬他的耳朵、咬他的嘴巴、咬他的脚，甚至咬他的肚皮去了。这样对虎妞以后肯定是有影响的。不过呢，又不敢不带，如果不带的话，又怕万一有小虎那样的事情再次发生。暂时就先带着吧。另外的话，就是那个鱼塘旁边的庇护所啊，
至少还要1个星期啊。因为每天早上就做了一小阵啊，1-2个小时啊，我也帮不上忙啊。比如说有需要搬的，有什么需要砍的，或者需要那些树需要锯切两段的，这样我才去做。要不然的话，我去做那些细活的话，大伯又看不上。那就慢慢做吧。那个庇护所建好了之后啊，就开始接着建羊舍了，也是每天早上做一小阵啊。然后羊舍建好了之后，可能就会养羊进来了。好，那就分享到这里，明天见。